你请了一天假。你好，我是 Tracy 心莹。今天要帮谁请假呢？今天看到我来到了这一座公寓，就是要带走住在里头的职场人。那这名职场人呢，他是一个科技公司的录入技术员。在后疫情时代呢，他就实行了一个混合上班模式。根据他的上司告诉我们呢，他现在这个时间应该是在家开着线上会议，所以应该是在家的。我们马上去找他吧。不知道会不会吓到？觉得他让我们进去吗？ Hello， 先生，我是 Tracy， 我们是你的上司 Marcus 派我们来的，就是要帮你请一天假，带你出去走走。来，帮我开门。来，你看你的所有资料都已经在这个请假单上面了，你的主管也已经签名了。放心，把你的一整天时间交给我们，我们带你出去玩。好啊，那你们先去我的客厅坐一下，我去换件衣服。OK， 好。 所以你长期居家工作，就是说很长时间一直对着电脑了。对啊，因为我在家工作嘛，所以我早上到晚上就是下班的时间，我都是一直对着电脑，所以我的眼睛呢也是特别容易累的。那就对了，因为今天呢我们要带你去的这个地方呢是非常适合让你去放松你的眼睛的，它是一个有山有水的好地方，所以快点关电脑啦。 你自己本身喜欢去什么样的一个地方旅游呢？我喜欢去一些有历史，然后有古迹，我喜欢感受那种氛围。现在呢，我们就是在文东的其中一条百年老街，叫做崔贤街。 这里呢，文东总共有3条百年老街，它们都是用先贤的名字来命名的，比如说陆佑啊、崔贤啊，还有新炳。你可以看到这里的一些建筑物啊，其实它都是有保留着一些当时候英殖民时期那种南洋风格，而且很多百年老店。我们前面这个就是文东的华人大会堂吧？对啊，而且你知道吗？在马来西亚的各个州属，其实我们都会有华人大会堂啊，或者一些中华总会，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华人社群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导机构。你看，这里其实是1914年的时候就建成了呢。1914年，现在已经有距离109年了。对啊。 哇，我们华人的先贤真的是非常让人值得敬佩的。我以前来文东的时候啊，都是没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当地的一些文化，因为我们以前来啊，都是吃了然后就走，就走走看看，是不是？当然也是少不了这里的文创，就是它的壁画。我带你去看一看这里附近的壁画啦，走。 这里真的很多幅壁画而且看起来好像不是随便画的哦，他们的主题应该都是跟文东有相关的吧？没错，艺术家呢，他们都是以文东这里的特色来画作这个壁画的，比如说好像是文东这里的猫山王榴莲呐、文东江啊，或者是一些特色的旅游景点。而且其实我们在这个华人大会堂这里可以看到很多的壁画，很适合好像情侣啊，或者是一家大小来这里拍照打卡。 我还看到有那个瀑布跟情人桥而且画得很漂亮，栩栩如生。好，我们马上去拍照打卡啦，走。除了壁画，这里也有很多的一些书法艺术品啊。 这里呢有很多的一些百年老店，他们的不管是招牌啊，还是在墙上，你都可以看到一些毛笔字或者是一些繁体字。刚才经过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了，而且非常吸引我。你看这些柱子哦，它的这些书法字体哦，很抢眼，而且非常有这个艺术气息。其实这一些毛笔字或者是这一些繁体字，它都是由当地的一位老先生他自己亲手去写的。而且以前在50、60年代的时候啊，他还会做那种浮雕的招牌。 是很厉害的，因为非常的考那个手工还有技巧。他觉得呢，这样的一个毛笔字啊，是一种街头美学，也让那些老一辈的人觉得非常有亲切感，也让一些新一代的人觉得蛮有新鲜感的。真的是长知识嘞。
来，我带你来吃这个文东人最喜欢的午餐。你看，刚刚其实很多人都在排队耶，有很多不同的酿料啊，你都是可以自己选的。还有猪肠粉啦、炸腐皮，每个来一样哦。每个来一样，每个都来试一点哦。哇，这些就是我们刚刚在那个经济米粉的档口买来的食物了。我告诉你，你有没有看到它的这个包装的纸啊，是用报纸呢？对，很像我们以前小时候就是打包的那种感觉。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外带方式啊，是从以前到现在都沿用着同样的一个方式的，所以非常有那个亲切感。我们马上开来试试看吧。我告诉你哦，其实这样子的一个食物呢，它在文东这里呢叫做素食粉。诶，为什么叫素食粉？是因为以前60、70年代的文东啊，当时就聚集了很多的一些割胶工人，然后那个时候呢，割胶橡胶，我流出来那白色的橡胶，大家在这里都叫做素食，也是因为割出来的橡胶在干了以后会有一个比较难闻的味道，所以他们就统称素食。割胶工人他们在去工作之前，他们会需要吃一点东西果腹嘛，那他们就会去到好像刚刚我们去买东西的那个经济粉的那种档口去一起吃东西，然后他们才去工作。久而久之呢，这样的一个食物就被统称为素食粉。虽然现在文东的割胶工人也是大大的减少了，但是素食粉在他们心中的地位真的是非常非常高的。炸腐皮你一定要点那个咖喱汁，它的灵魂酱汁，不得了，哦，好脆哦，告诉你，文东的炸腐皮就是很好吃，很爽口。对，很爽口。现在呢，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其中一条老街，叫做路右街。在这里呢，有一栋建筑物，可以让我们去探索文东文化底蕴的一个房子。哦，所以里面是讲述一些跟文东有关的历史。其实它不只是讲述文东的历史，它的建筑物本身也是蛮有故事的。它的前身呢，就是17和18号店铺，是以前文东的开埠工程，就是陆佑和他的2位伙伴一起开的一个矿业公司的总部。但是他们在2017年的时候就已经改成一个文化馆了，就是开放给很多的一些游客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文东的历史。到了，我们进去看看啦。哇！这里呢，一进来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一个咖啡轻食馆，可以在这里一边吃一些小吃啊，喝一些饮料。来到了1号馆这里呢，基本上墙上的都是文东以前的一些历史故事。然后我觉得我应该要介绍给你一个对文东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士，就是这里啦。他就是文东的开埠工程，他叫做陆佑。它非常重要哦，因为当时候啊，文东的经济也可以说是由它来发展起来的。因为早年的时候呢，他就在文东的时候做了这个锡矿的开采业，就把文东的经济给带起来，所以他的贡献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哦，所以他是对文东人来说是一个蛮重要的人物，几乎可以说就是如果没有他，就没有文东哎。哇，这里感觉有点不一样哎。没错，因为我们来到了2号馆，你看到我身后有2个非常大的文东地图。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游客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你看，我们比如说要吃喝玩乐，它都有标好了。我们到底可以去哪里啊？而且其实这2个地图呢，它都有非常多的一些地标啊，还有一些文东的旅游景点。我觉得文东真的是一个好山好水的地方。没错。我们就来到了3号馆，这里基本上就记录了所有文东当时候很多一些杰出人士他们的一些贡献啊，还有他们的一些事迹。这里就好像是一个历史风云志这样子。今天我们参观了这个文化馆，让我想起我的工作。怎么说？因为我的工作不是一个陆路员嘛，对。因为我公司最近处理的一个项目就是要把那个族谱
输入进去我们的公司系统里面。因为像族谱啊，经过这么多年的历史啊，所以族谱它到现在呢，它已经会有一个比较不完整的地方。可能会破损这样。对对对，所以我们公司呢就把这个族谱里面的重要的人物啊，我们就会记录在我们的系统里面。之后我们可以用电脑啊输入我们的名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祖先，到底我们是怎么样来的。所以我觉得是一个传承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对，我很赞同耶！我从来都不知道，原来族谱在未来可以演变成你在网上就可以追测得到自己以前的祖先是谁，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像我们今天来到这边呢，我真的是觉得上了一个非常宝贵的一课。哇，所以我带你来这里没有错吧？对，很喜欢。你听过文创吗？其实文创就好像现在这样子，把文化还有创意给结合在一起。你看，就好像一些古时候的东西，他们就用一个非常创意的方式摆出来，让我们去了解。这个大锅是以前我们阿嬷家会用的锅，来玩一玩看，这么大个锅，它到底是要煮给多少？一家10口。一家10口一起吃这样子。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吗？扁担。扁担很厉害，来，你要认真，你要体验一下以前人的那个刻苦耐劳。来看这里，1、2、3。哇，在文东文化馆里面买有好多文东当地的一些土产哦。对呀，满载而归嘞。而且我还买了这个文东的榴莲的软糖。听说文东也蛮出名榴莲的，对不对？对，所以我现在就要带你去吃真的榴莲 ，Let's go。文东除了有很多深厚的历史之外呀，我觉得也是要好好的来介绍这里的生态旅游。今天呢，就来到我们整趟旅行最兴奋的一个环节，我带你来到了文东榴莲园、文东榴莲。走，我带你进去看一看。好。Hello， 董先生。Hello， 你们好。今天我带了一位朋友来找你，他叫做健身。董先生你好。好，健身你好，你好。我看到很多榴莲的品种对呀，我们这个果园我们有13种榴莲品种，所以我们等下是可以吃的啦。可以啊。我们在吃之前，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来参观一下整片榴莲园，好不好？好啊，做一点运动跟我走，要走上山。上山，走，我们出发。有网但是榴莲不是用来采的吗？应该不是吧？榴莲自然掉下来的吧？哦，原来榴莲是自然掉下来的。对，我们马来西亚这个榴莲收成，我们让它自然掉下来的。所以说这个碗呢是拿来接收这些比较名贵的榴莲的。但是好像如果说从树上跌下来的话，不会讲说被榴莲砸到吗？这样就要小心一点了，因为一般上榴莲傍晚到早上这一个时间比较多会跌了。其实榴莲的话呢，是每一整年都会有榴莲产出来的吗？还是它是有分季节的？其实榴莲是季节性的水果来的，在马来西亚我们的季节有2个气候风的影响了。所以说我们有2个很明显的旱季、雨季，比如说老文东这边，它气候非常适合能够有2个季节。这样一般上干的季节进去了不久，一下雨榴莲就开花，然后就结果了。到了第2次它再重复。大概在几月份呢？一般上在年中，比如说6月到8月，年尾12月到第2年的可能2月份这样呢。可是因为现在气候变化，我们也商业化，也用一些科学的知识啊，无形中我们人类也影响到他们果树提前开花。结果这样就好像形成你可能整年你都会买到榴莲，对，对吗？品质会有不一样吗？就是说他们有说在季节的时候是特别好吃哦，那个会有影响的，因为气候会关系到了，太多雨水，人家说不好吃啊。如果雨水不够啊，很多榴莲开出来半生熟的。哇，所以我觉得马来西亚的天气整个就很适合种榴莲，因为就是常年炎热嘛，然后我们偶尔又会有下雨，所以是非常适合去种植榴莲，所以榴莲才是我们的果王。对。来，你们看这棵树，这个是小树，我们把它嫁接的。这样怎样嫁接呢？我们就从这棵树，我们这边割它的这个外面的皮，
就去找这个叶子的芽嘛，哈，新芽，看看到吗？了看到有我们就把它剪下来，这边的皮也把它卸掉，就把它插在刚才开的这个洞那边，然后它就会自己生长了。然后要包起来了，那个芽慢慢长大，嗯，就成了咯。现在就来到我们又期待又害怕的一个环节，就是开榴莲。哎，健身，你有开过榴莲吗？没有哎。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试试看到底怎么样去开这个榴莲。我觉得还是要请专业的来帮我们示范。我先选第一粒，这个第24。哇，所以我们是这样子来开榴莲吗？今天用一个比较特别的哇，这个是什么？开榴莲的。哦，哎，跟我们外面看到的用刀砍是不一样的。，对哇，开了，哇，很快。这样对，子就开了了。想吃榴莲就要努力。来下一点点。哇，这个就是开出来的榴莲，你有没有闻到那个榴莲的有很香味？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到我们试吃榴莲的环节。老板，这里总共有几个品种呢？这边有5个品种，第24啊，第278，黑刺、猫山王。哎，其实每个看起来都不一样，有一对不点点不对？一样。我们就先试，比如说先试第24，看怎样？可以。好啊。其实我是一个不吃榴莲的人，所以今天我可以来试试看这个好啊 D24的味道到底怎么样。你先开始。好，可以。你先吃，然后你形容那个口感，然后我再试。怎么样？进去的时候它是有点苦，后面它慢慢有一种回甘的那种感觉，而且我喜欢它口感有点湿湿的。到这个顶级，所以我们也叫 SO。哦，就是那个 XO 的味道吗？试试看啊。加油加油！可以向镜头的。我觉得它有一点像那种榴莲冰淇淋的味道，不至于太过的厚重，但是你又吃得到那榴莲的香味。其实我们马来西亚的榴莲文化是非常好的，所以其实老板，你这里有开放给好像大众来参观或者是体验怎么样去开榴莲吗？我们每天都有好多游客进来观光的。我开放这个目的就是让大家知道，尤其是外国游客知道，马来西亚不只有猫山王，只有黑刺，其实马来西亚有好多种好吃的榴莲品种。对，我这边就13种了。哇其实注册的马来西亚榴莲从第1到现在已经第200多了。游客来可以品尝很多种榴莲，你看它的味道也千变万化。对，我们还没有吃这个猫山王，我们先试试看吧。我之前有看过我的家人，他们有一个说法，就是他们可以去吃一些比较凉性的水果，比如说山竹、红毛丹，或者是拿那个榴莲的壳，好像这样子的壳，然后里面装水来喝，是不是有这种说法？对啊。所以等下我们吃完了榴莲，我们就吃一吃我们的果后、山竹、红毛丹，然后用这个榴莲壳来喝一下水。对。今天一整趟旅行下来，我们带你去看了文东的一些特色旅游景点，也带你去了解了当地的一些历史文化。你觉得有哪一个部分是让你最喜欢的呢？今天我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啦，因为我的工作都是一直在家里对着电脑嘛，已经很久没有出来这个旅游了，所以今天难得请了这个1天假，然后可以来到这个文东。让我很惊喜的一个地方，其实就是那个榴莲园。就疫情到现在，我已经很久没有去过大自然的地方了，所以难得来到这个榴莲园，又接触到有树啊，然后有山啊，很多分多金。对，就是让整个人很放松，也吃了很多品种的榴莲。而且我们也学习到不同品种的榴莲，它的口感啊，它的外形啊，这些都是让我觉得收获蛮多的。没错，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蛮喜欢今天的那个榴莲园的那一趟之旅。我自己本身是一个不吃榴莲的人，对，但是今天呢，其实我自己吃了5种不同的品种的榴莲。对呀，我觉得这个也是你的突破，对，所以今天我也有一点小突破。
今天这样子听你说下来哦，你觉得我们这趟旅程有10颗星吗？有，我再加多一颗，11颗。哇，11颗星耶！真的很开心耶，所以非常谢谢你们今天带我出来玩。那这个是最重要的，要让你今天真的是觉得放松。那我们也算是任务完成啦。那我们下一期呢，也会帮更多的职场人请假，带他们去到不同的一些大城小镇，看看当地的一些人文风情，听一听来自不同领域他们的故事。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啦，拜拜。